女人意外穿越到古代荒年，成了3个孩子的娘，家园被毁，只能跟着村民南下逃荒。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，粮食短缺，她自己也是饥寒交迫，头昏脑胀。眼前陌生的一切，让她不得不接受已经穿越的事实。看着包裹里仅剩的一点口粮，沈青云真想口吐芬芳。穿越就算了，还给我来个这么凄惨的开局，天要亡我啊！娘亲！听到喊声，沈青云转过头，看到一个眉目颇为英武的少年，脸色蜡黄，身体消瘦，他旁边还有2个孩童，看起来也好不到哪去。娘亲可曾好些了吗？小儿子谢瑜才4岁，小手裂开口子，可是依旧紧紧握住沈青云冻得僵硬的手指。看着眼前懂事的萌娃，沈青云心弦被狠狠触动了。既然已经穿越了，抱怨也没用，想办法活下去才是王道。此处已经是逃难的终点，一片荒芜，比原来的家园更惨。千辛万苦逃来，好像也没有活路。逃下去又能怎样？咱们能找到地方扎根吗？还不如躲到深山老林去算了。一个村民无法接受眼前的困境，转身跑向树林。我反正不逃了，跑不掉的，这石头根本活不下去了。另一个邋遢的妇人一头撞在石头上，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这里等死，脱离队伍继续南下。谢村长无能为力，只能带着愿意留下的人留下，暂时先住一晚。毕竟天快黑了，昼夜温差大，夜晚赶路更加危险。跟着谢村长留下的多半都是些老弱妇孺。沈青云安静坐着，打算理一理穿越后的思绪，谁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对着他走来，显然他盯上了沈青云这一家4口。村民们看到了却无动于衷，也许他们有心搭救，可是现在大家都体力不支，谁也不想把自己搭上，这就是人性。眼看着男人走向自己，老村长最终还是站了出来，人是他带出来的，他总得庇护。二狗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老东西，你少管闲事！二狗子一脚踹翻老村长，这一举动瞬间把仍有良知试图站起来的村民吓得缩了回去。把你剩下的细软还有粮食交出来，我二狗子也不为难你。娘亲！大儿子谢燕想要挡在母亲面前，可是身体上传来的疼痛让他冷汗直冒，差点直接晕厥。其余2个儿子，一个已经晕倒，另外一个才4岁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沈青云拿出包裹里的粮食，声音虚弱，故作哀求道：我把东西都给你，你别伤我儿子，你过来，我给你。娘亲！谢瑜的小脸吓得煞白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点粮食被抢走了，他们一家4口就都没得活。二狗子哪里会多想，在他眼里，沈青云不过是一个孱弱妇人，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。谢家逃难前颇有底蕴，如今这谢沈氏带着家当出逃，怎么着都不会太差才是。想到自己即将得到一大笔钱财和粮食，二狗子兴奋不已，脸上涌现一抹难得的红。就在这一刻，沈青云的手猛地从包裹中拿出剪刀，对着二狗子的咽喉刺去。扑哧啊！跟在二狗子身后想过来分一杯羹的人，看到二狗子被嘎，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，再也不敢往前一步。你们还想要我的粮食吗？沈青云沙哑的声音响起。人是矛盾的，有时候为了吃的能杀人，可在真敢杀人的硬茬子面前，却又飞速怂了。他们丢下二狗子的尸体就跑了。沈青云瞥了眼地上的二狗子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搜尸，没想到还真让他摸出了一些碎银和铜板，另外还有一小袋子粮食。村长，多谢。沈青云将同样吓得不轻的老村长扶起，又将刚才搜出来的小袋粮食放在了村长面前。这粮食他不能要，否则就是引火上身。所有人看向沈青云的眼神变得敬畏。沈青云脸色发白，抿着嘴将3个儿子抱进破败的屋子之中。谢村长看着手中的粮食叹了口气，这才忍着疼道：大家都找个地方先住下，明日再做打算。因为沈青云杀了人，所以这些村民挑选破旧的住所，都离沈青云远远的。沈青云进屋后，靠在墙边开始一阵干呕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娘亲！谢瑜鼓着圆圆的大眼睛，用冰冷的小手覆盖在他额头，然后用袖口温柔地给沈青云擦拭嘴角。沈青云看着这个才4岁大却格外懂事的小孩子，心里复杂到了极点。想到自己这逆天的开局，沈青云想对贼老天竖起中指。暂时的危机算是解除了，可是接下来咋办啊？以他如今的身子骨，带着孩子继续南下就是找死。瞥了眼几个孩子的包裹，除了几件衣物，只剩一点粮食和银钱，铜钱还有48文，加上碎银子也差不多有1两了。这钱在平时能买些吃的，但在当下可能连一个馒头都买不到，只能等死吗？沈青云看了一眼3个孩子，我应该是广大穿越这里最惨的了吧？突然脑海中一声脆响，吓得沈青云一个机灵，浑身骤然紧绷。系统绑定中，5%，15%绑定完成。女人穿越到古代荒年，还有3个孩子要养，口粮只剩一点点，以为必死无疑，竟突然获得系统空间。系统绑定完成，当前宿主沈青云，空间流速1倍，后续可升级。
拥有财富1247文，财富值1247。注意，宿主可以用财富值兑换系统商城的任何东西。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操作界面，沈青云懵了，然后下一秒就是狂喜。操作界面消失，再度出现的是一亩肥沃的黑土地和一口泉水。看到这奇异空间时，沈青云知道活下去的机遇大大增加了。如果没有系统，他应该也能活下去，但3个孩子就说不准了。虽然刚穿来，他对这3个孩子没感情，可他也做不到真的不管这3个在危急关头依旧要舍命来保护他的萌娃子。看着系统界面上的1247文，再看了眼包裹中的碎银和47文铜钱，沈青云明白了，财富指的就是自己的钱财，而财富值就是同等钱财的换算数值。鉴于宿主初次绑定系统，给予3次抽奖，是否开启抽奖模式？是。沈青云内心激动，界面变化，大转盘出现，上面有各种作物种子，转盘开始加速。甭管赚到什么，只要不是谢谢惠顾就可以。沈青云一边如此想，一边一眨不眨地盯着转盘。谢谢惠顾。沈青云差点骂人。不慌不慌，还有2次机会，再转。谢谢惠顾。我敲啊，这系统有毒吧？最后一次，沈青云佛系了。随缘吧，还是？恭喜宿主抽中土豆10斤，是否领取？沈青云瞪大了眼睛。破系统果然有毒。不过这个时代来说，10斤土豆可是救命粮。最好的办法就是5斤留下来吃，其余5斤全部在空间种下。沈青云看到倍速后面可升级的按钮，便点开了说明。当前为1倍速，可利用财富值来升级当前空间流速。再点开后面的加号，立即有了新提示。当前倍速为1倍速，是否消耗100财富值升级为2倍速？一般土豆作物的生长周期是60至100天，如果空间是2倍速的话，1天等于外界2天。在外界需要60天成熟，在空间中其实只需要30天。升级。沈青云没有犹豫。当前倍速为2倍速，是否消耗1000财富值升级为5倍速？沈青云再次升级，空间流速变成了5倍速。沈青云心头大喜，将土豆种丢入了空间，土豆种立即被自动切割，自助种下，全自动化。沈青云心头微微惊讶，哎，这系统可真行，我收回你有毒的那句话，哈哈。栽种下去之后的土豆种明显有了变化，现在他只需要等12天就行了，剩下的5斤土豆省着吃，还是能撑一段时间的。沈青云再度点开界面查看数值变化，自身财富还在，并没有减少，消耗的只是同等价值的财富值，现在只剩下147财富值，啥都干不了。系统还能抽奖吗？当宿主累积财富值再度破千之后，可以抽奖1次。明白了，抽奖目前是别想了，除非去打劫。娘亲，谢宇有些怯怯地靠近。刚才娘亲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变脸，感觉好吓人。沈青云第一次当娘，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适应，毕竟她也没带过孩子啊。乖，娘没事。沈青云试着安慰了一句，然后把剩余的口粮都拿出来。见此情景，大儿子谢燕就紧张起来。娘亲是要丢下我们吗？沈青云没注意到大儿子的眼神，自顾自地将熟米倒出1/5，剩余的放在谢宇手中。你先拿着，娘出去办点事。沈青云刚准备站起，头晕眼花的厉害。娘亲，谢宇立即抓住了他，清澈明亮的眸子满是担忧。我没事，等我回来吧。沈青云走了出去，谢宇带着哭腔问：大哥，娘亲是不是走了？躺在稻草上不能动弹的谢燕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终究还是离开了。爹，这就是你当初的坚持和选择。女人穿越到古代荒年，还要带3个娃，可是她居然傻到用救命粮食换钱，村民都惊呆了。殊不知，女人有流速空间，人家缺的是钱，不是粮。天已经黑了，寒风瑟瑟，沈青云差点没被吹倒。村长，是我啊。谢沈氏。老村长一大家子在村里的威望颇为不错，为人很正直，跟着他的人也是最多的。村长，我想和您谈谈。老村长点点头道：你说吧。我想和您换点钱，这是我的交换物。一听到沈青云要拿熟米换钱，众人都瞪大了眼睛，像是看疯子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老村长看到熟米，连忙给沈青云推回去。你疯了，一个人带着这些熟米过来是会出大事的，粮食可是救命钱啊。沈青云没疯，他承认这一路走过来有赌的成分在，可若是不赌，接下来只会更难。他用自己的命赌一个人的人性，显然他赌对了。村长等人看到粮食，第一反应不是抢，而是关心。村长，我们孤儿寡母拿着多余的东西只能招人觊觎，这粮食拿着，我们真的安全吗？村长沉默了。我已经被抢了2次，若是再来一次，谁来保护我啊？村长哑口无言。第一次抢劫，原主直接一命呜呼，沈青云穿了过来，不可避免的受了点伤。第2次便是二狗子这一次，在灾难面前，人性是经不起太多考验的。
人人都知道原主家在没遭难时颇为富裕，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。别人要抢，肯定是先抢他的。今日村长救我一家性命，谢婶氏无以为报。我孤儿寡母若是以后还活着，定然会报今日之恩。不知道老村长还有诸位可否行个方便？这些黍米已经是我孤儿寡母大半粮食，可否换3两银子？沈青云说的情真意切，但2两黍米换3两银子，无疑是狮子大开口。不过此时的粮食就是命，至于银子根本不堪一用。他们想不通谢婶氏这个时候要前去干嘛。谢婶氏，别说咱们老谢家不照顾自家人，虽然不清楚你要干什么，但你的要求我们答应了。爹，咱们凑一凑，把所有碎银子给他吧。谢铁柱继续说，一旦我们交易了，那你再想换回粮食，我们是万万不会答应的。如今3两碎银还能买到1点粮食，可再等几日，你就是拿5两、10两，都未必能够买得着，因为大家都没有了。我想清楚了。瞧见沈青云这般模样，众人都不好再说什么。最终谢铁柱这边凑齐了3两多的碎银，嘴上说的是钱财两清，从此不相干，但谢铁柱还是多给了半个窝窝头，这已经是他能做的极限了。谢谢。沈青云转身离开，此刻他腹中如同火烧，双眼也开始发黑。沈青云硬撑着回到了小铺屋。娘亲，眼眶红彤彤的谢瑜看到沈青云差点摔倒，连忙跑了过去扶住。娘亲，不要离开我们好不好？沈青云看着眼前紧紧抱住他的小男孩，心里的防线越发松动。躺下的谢燕也一脸渴望又担忧地看着他。他居然回来了，是良心过不去，还是想拿走剩下的一点财物？沈青云都快饿晕了，哪里顾得上儿子的神情变化，靠着墙角坐下，缓和少许。要下雨了，天气本就寒冷，若还下雨，不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会死去。沈青云舔了舔嘴唇，干裂的厉害。空间倒是有水，但他现在不敢随意拿出来。听着外面越来越大的呜呜风声，沈青云再度起身，快过来捡这种干柴。谢瑜立即跑了过来，跟着沈青云。谢燕眼里带着疑惑，大家都快饿死了，娘还去捡这些小柴做什么？如果你还能动，就马上过来，将周围能够捡的干柴和干草全部都捡回来，快！沈青云声音虚弱又急促地说道。寒雨来袭后，晚上的温度会更低，他很清楚以这些逃难之人的状态，未必能够撑得过去。晚上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热量和温度，哪怕现在都快晕倒了，也必须做。谢燕咬了咬牙关，支撑着身躯，扶墙爬了起来。尽管这个娘亲已经让他有点看不懂，可是他知道，这个时候还是得听他的。谢燕开始忍着剧疼捡稻草、柴火，只是动弹了一会儿，他就摔倒在地。大锅！年幼的谢瑜眼里满是焦急，将手里的柴火和稻草放到屋里，这才去搀扶倒下的大哥。小鱼！谢燕脸上满是愧疚，自己是谢家长子，本应该承担重任，可是现在却要年幼的弟弟照顾自己。就在谢燕自责时，谢瑜认真的用小奶音说：大锅，以前是您和娘亲照顾我，今日换我照顾大锅和二锅，好不好？谢燕闻言，眼眶红了。幼小的谢瑜步履蹒跚地搀扶着谢燕回屋。经过几人的努力，屋内稻草堆积成小山，不算少，干柴和湿柴也是极多。哗啦啦，冰冷的春雨洒下。又休息了一阵，沈青云饿得有点发晕了，心里估算着时间，此刻应该也才戌时过半的样子，也就是现代的晚上8点。古代农耕时代没啥娱乐活动，大家都睡得早，可沈青云还是十分小心，即便是现在整个村子都很安静，他依旧打算等一会儿再煮东西吃。好在这家人以前有烤火的习惯，沈青云快速地将中间范围清理出一个小火坑。几个孩子尽管饿得十分难受，但谁都没有喊出口。沈青云将周围的可燃物都给挪开之后，又看了看破旧的门窗，开始用稻草编成草绳，利用木头当成架子，将稻草编织在一起。尽管依旧透风，但却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强。昏迷的二儿子谢阳此刻微睁开眼，虚弱说：大哥，为何我感觉娘亲似乎不一样了？女人穿越到古代荒年，还要带3个娃，孤儿寡母，粮食短缺。好在她绑定了系统空间，以为可以依靠空间走上人生巅峰，万万没想到空间太不靠谱了，不给粮食，却给了一套精研提纯工具。这坑爹的系统钻钱眼了吧？谢燕看着明明很难受，却一直忙碌不停的娘亲，她的确不一样了。平心而论，以前的娘亲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，虽然很美很有气质，可是却与我们谢家天然不太相容。反倒是今日的娘亲，让人有种说不出的亲切。沈青云将门窗简单挡住，又将周围的地面清理一下，最后用稻草整整齐齐地铺出了一大块地方，最后用包裹中的床单铺垫在上面。这一刻，谢燕、谢阳这对双胞胎兄弟瞪大了眼睛。娘亲这是疯了吗？之前这床单她打死都不舍得拿出来用，今儿怎么就铺在稻草上了？就连最小的谢瑜都惊呆了。沈青云忽然摔倒在地，娘亲，谢瑜立即扑了过来。我没事。沈青云摆摆手，心里掐算着时间，说道：你们3个躺着吧。
谢燕嘴角微微抽搐，心里像是被重锤狠狠砸了一下。他忙活到现在，居然是为了给我们三兄弟铺床，那可是他最喜欢的床单啊！愣着干什么？沈青云瞧见大儿子一脸怪异的看着自己，催促道：“快点躺着休息。”谢燕低着头，将弟弟谢阳搀扶起来，放在铺好的稻草床上。三人都有些紧张，今日的娘亲太不对劲了。沈青云瞥了眼乌漆抹黑还下着倾盆大雨的外面，心里盘算着，这下安全了。于是点开系统。刚才在老村长那边兑换了差不多3两多的银子和铜钱，差不多就是3316文钱。看着自身已经有4两多银子，而财富值也再次达到了3400多，沈青云激动起来，立刻点开空间流速打算升级。只是瞧见升级到10倍速居然需要10万文，他人都傻了。那岂不是说下次升级要100两银子？这破系统真坑爹。退出升级流速界面，点开系统商城，看着里面的商品价格，他有点肝疼。好贵啊！值得开心的是又有3次抽奖机会了。按照这个破系统极低的中奖概率，不抱希望就是最大的希望啊！抽奖转盘出现，谢谢惠顾却占据了面板的一半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是否现在开启抽奖模式？是。转盘疯狂转动，沈青云一眨不眨地盯着。沈青云心里偷偷呼唤：大米大米，一定要抽中大米了！谢谢惠顾。沈青云无语。第2次抽奖开始，肉，给我一点肉！谢谢惠顾。沈青云再次无语。第3次抽奖开始，沈青云不默念了。随便你给我啥，谢谢惠顾，我都认了。恭喜宿主抽中精盐提纯工具1套，是否领取？精盐提纯个屁啊！我现在都快饿死了，你还让我去搞实验？沈青云一口老痰卡在喉咙，差点让他窒息。他算是看明白了，这破系统就是在搞事情，这是逼着他去商城消费。看看商城里的打火机倒是有，可是买不起啊，也就火柴还在承受范围之内。他的包裹中之前倒是有打火石，但打火石现在不知道丢哪了。100文就100文吧。沈青云咬牙兑换了1盒。这坑爹的系统钻钱眼了吧？还剩下3363个财富值。沈青云想再兑换一点东西，5斤土豆是不可能让他们一家子撑到12天之后的土豆成熟的，所以必须还得有点其他吃的才行。而且生长周期必须短，控制在几天范围之内的。一一扫过各种商品，就在沈青云有些快放弃的时候，一个很不显眼的小东西出现了。竹笋，这可是极为容易饱腹，同时还能大批量产生，生长周期又短的吃食了。太好了，就它了。然而当他看到价格，眼睛又是一黑。竹笋苗售价2333，看到这个标价，沈青云总觉得这是系统在嘲讽自己。现在他可以兑换的食物真的非常少，主要是这系统就没有便宜货。沈青云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兑换了竹笋苗，这是周期最短的一批，只要25到30天的样子。空间中的流速是外界的5倍，也就是说，沈青云也只需要等上6天就可以了。兑换了竹笋苗之后，沈青云看了眼系统栏的财富值，暗暗决定以后要默默赚钱了。好在空间足有1亩，还是够用的。竹笋苗种下之后，沈青云略微松了一口气。再撑6天，就有大批的竹笋可以吃了，12天之后就可以吃土豆了。对比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来说，其实已经很幸福了。这般安慰自己，沈青云心里好受多了。沈青云退出系统，就看到3个小家伙捂着肚子，一脸痛苦，瞥了眼外面的狂风暴雨，开始准备做饭。虽然都是屋子里面捡来的一些破旧厨具，好歹能用。用外面的雨水清洗干净之后，偷偷的从空间中取出一点灵泉水喝了下去，舔了舔嘴唇，居然如此甘甜可口。再度取出一点泉水，分别倒入碗中。来，先喝点水，等下我来煮粥喽。听到煮粥2字，谢燕3兄弟更饿了。娘亲，这水好甜呀。谢宇有些意犹未尽，喝水不管饱，但也能对付一下。此时就连谢燕、谢阳都露出了一抹满足的笑意。谢谢娘。沈青云笑着点头，将剩下的8两熟米中的一半倒入了瓷罐之中。娘亲不可。谢燕想要阻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娘亲，你怎么用这么多米？那我们以后可怎么活？沈青云一脸平静。是的，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别担心。谢燕微微凝眉，果然自己对这个娘亲抱有太高的期望了嘛。没事，娘亲处理便是。一直没开口的老二谢阳道。不同于老大谢燕的古板与严肃，老二即便是在这种境地都保持着微笑。等下如果来人了怎么办？谢燕又一本正经地问道。现在我们一家4口根本没有战斗力，一旦香味传出去，搞不好会出事。虽然之前娘亲当众嘎了那个恶人，可这只能震慑一时。沈青云看着质问自己的大儿子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至少这一家子都不是傻蛋，知道时刻保持警惕。你们看外面是什么？暴雨，狂风。现在是什么时辰？亥时初。亥时初也就是现代9点左右。狂风暴雨的天气，你觉得有多少人扛得住寒冷和饥饿？谢燕愣住了。
是啊，自己这边有火堆，都冻得直哆嗦。那其他人呢？能扛得住这股寒意的侵袭吗？可是万一有人铤而走险呢？我之所以等到现在才开始煮粥，也是考虑到你问的这些问题。你不妨去看看，整个村子可还有动静。谢烨没话说了，他知道娘亲说的对，狂风暴雨是最好的掩护，所有人都躲着不敢外出，一旦出来淋雨，未必能活着回去。其次，冷风席卷不停，这样的天气，气味传出去就会被隔绝。更何况如今已经是亥时，大家都没多少粮食了，饥饿难耐之下更不可能醒着，只有睡着了，才能更好的保存体力和热量。此刻再看忙碌的娘亲，谢烨不禁发自内心的敬佩起来。女人凭借空间系统给的工具，在缺衣少食的古代荒年提纯出洁白的细盐，三个孩子简直惊呆了。沈青云煮粥的同时，将土豆搞成小碎块，丢入了锅中。身体太虚弱，做完这一切，她真的快没力气了。还有盐吗？有。谢烨把盐拿出来，沈青云差点没被吓死。这可是粗盐，有毒啊！三个儿子像是见鬼一样的看着沈青云。平时大家都是吃的粗盐块，娘亲不是也吃了吗？为何今日却这般震惊？谢家能够有这样一块盐，还是因为谢家以前是书香门第的缘故，否则粗盐都别想有。不吃盐人就会没力气，越来越衰弱，迟早完蛋。沈青云看着粗盐，突然想到了自己之前抽中的精盐提纯工具，这破系统好像也没那么差劲啊！盐给我。沈青云伸手，谢烨没给，警惕地看着沈青云，他很怕娘亲把最后一点盐也给糟蹋了。粗盐大家一个人舔一口，还是能吃很久的。不吃盐，咱们会没力气的。这次煮这么多粮食，我也是为了大家都能吃饱，并且保证大家有足够的力气找新的食物。沈青云耐心地跟他解释，今晚寒冷，明日必有死伤。如果我们几个还守着这点粮食不吃，那明日之后就是别人吃我们了。这几个小家伙毕竟是孩子，只知道要节约一点，大家才能有吃的。可沈青云不同，他是后来的穿越者，他深刻地明白，守着粮食是没用的，不吃饱怎么抵御下一次到来的麻烦和危险？吃下去的那才是自己的。食盐也是如此，因为大家都吃不到盐，所以普遍的人都虚弱得一塌糊涂。谢烨犹豫再三，还是将粗盐块递给了沈青云。他挣扎着起身，躲在隔壁屋子开始提纯。再度回来时，瓦罐中已经冒出了阵阵的香味。谢瑜和二哥谢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瓦罐吞口水，谢燕反倒是很克制，在悄悄地吞口水。沈青云将瓦罐的粥搅拌了之后，那香味就更浓郁了。好在今晚天气帮了他一把，否则他哪里敢生火做饭。当沈青云撒下洁白的精盐时，几个小家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娘亲这是如何做到的？就在几个孩子饿得难受的时候，沈青云开始给他们盛粥。浓郁的土豆香彻底掩盖了熟米香味不足的缺陷。几个孩子端着碗不敢先喝。娘亲，你先吃。谢瑜吞着口水说道。沈青云的手微微一抖，小鱼先吃，娘亲有。他没想到，尽管十分饥饿，口中泛着酸水，可这小孩子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，这让对他们谈不上有太深感情的沈青云心里多了丝丝温暖。将这热乎乎的带着土豆香味的米粥送入口中，三个孩子的神情变得格外精彩起来。尽管只有一点土豆糊糊和食盐调味，可此刻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场饕餮盛宴。娘亲，太好吃了。谢瑜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。谢燕和谢阳在喝了2碗土豆糊糊粥之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力气。这米粥其实也不饱腹，但总比没得吃要好。米粥入腹，沈青云也终于有了一丝活力。大儿子谢燕要起身去洗碗，这些日子的琐事都是他在做，可沈青云却先一步起身，端着碗筷出去了。这真的是娘亲吗？二儿子谢阳的眼里闪烁着光芒，此刻的沈青云竟然给他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。是，谢燕古板地说道，但心里却也有一丝怀疑。他想不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曾经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母亲，怎么在经历了一次大变后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？沈青云哪里知道自己洗个碗就把这几个孩子给弄懵了。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，自己动手做饭不是很常见吗？至于前身的一些记忆，她扫了一眼早就忘了。沈青云洗完碗筷，对着手哈了哈气后，将火堆重新添加了一点，发现这几个娃娃都盯着自己看。看我干嘛？睡觉保存体力。沈青云率先眯上了眼睛。谢燕对着弟弟招了招手，大家凑在一起还能取暖。屋外的大雨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，直到天色渐亮，雨水才小一点。孩儿他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你不要死啊！雨幕之中，哭泣声四起。沈青云猛地惊醒，打了个哆嗦。三个孩子也醒了，都听到远处传来的哭喊声。娘亲，谢燕、谢阳还有谢瑜三人都看向了沈青云和火堆。如果没有那一锅米粥，没有这一个火堆，他们三个能扛过来吗？哪怕外面雨声嘈杂，可是他们也知道昨晚冻死了很多人。雨一直下，沈青云看了眼天色，怀疑这场雨至少还得2-3天，也不知道昨天见到的那一群人，这时候还剩多少。哭喊声时而响起，兄弟三人紧紧地蜷缩在一起，都不敢大声说话。
虽然略微有些不忍，但他们更加清楚，眼下自己一家4口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沈青云比昨日好了不少，继续利用稻草编织草绳，将一些湿润的树枝做架子。娘亲，你在做什么？谢鱼年纪最小，胆子最大，凑到沈青云的身边，瞪着呆萌的大眼睛问道，天真又无邪。做门，做窗户。沈青云回复。沈青云不想像昨晚一样受冻，趁着自己还能动，赶紧将门给搞出来。虽然是残次品，可好歹也能抵御嗖嗖的冷风。谢鱼眨了眨眼睛，乖乖地蹲在沈青云旁，帮他递稻草。沈青云以前动手能力很强，更何况这次只是做个简易门，难度不大。谢燕和谢阳对视一眼，虽然有伤势动不得，但却可以靠墙支撑起来，也学着沈青云的模样开始做。门外的哭喊声不能去听，听了会忍不住心软。当心思投入到事情之中时，反而能有效地摒弃外面的干扰。沈青云将树枝稻草编织而成的简易门挡在了门口之后，屋内终于是有了一丝丝的暖气。娘亲真厉害。谢鱼在一旁崇拜地说道。沈青云哭笑不得，这孩子的口音是咋学来的？母子4人安心地待在屋内，这一天注定不安宁。哭喊声和哀嚎声上午最多，下午时就减少了一半。大雨若是不停，那么接下来死去的人会更多。还剩下4两米，沈青云斟酌着，再吃2天，然后加大一点土豆的量，只要撑到第6日就可以了。